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7到9集的词汇。那今天是2022年的6月7号，今天是星期二。好，那很多同学都已经来了哦。第一位同学是 Grace， 嗨，你好。Grace 是来自韩国的吗？来自韩国的朋友吗？好，第二位同学是 Norbert Ola，Norbert 小土豆，欢迎。还有立新小土豆，晚上好。还有这位同学你好。还有维凯，好，维凯小土豆，欢迎。Miss Mary 你好。还有谁？我看一下。哦，宋平小土豆，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贝拉尔 Assalamualaikum， 还有 Mingalaba 的 Sikom， Mingalaba 对，还有 Christina 小土豆，来自爱尔兰的朋友哦，还有我们的春娇，还有我们的 Felicia 秋安，哦，玲玲老师来了哦，玲玲老师终于回到了德国了哦，好 ，King 同学欢迎，还有谁？还有向文海同学你好，还有这个春娇说我分享了，各位同学你们来看理查老师的视频，来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记得要帮我点赞哦。好，现在还没有点赞的赶快帮我点赞，那这个也要帮老师 share 分享，然后要关注要订阅哦。好，这位同学说老师我是来自菲律宾的朋友，欢迎你。还有明龙欢迎，还有 Bro，Hello Bro， Bro，Hello Bro 你好。还有 Manuel Muna 你好。还有 Aya 欢迎，还有来自脸书的朋友欢迎你哦。好，那么我们裴静来了，裴静你好。还有明华，欢迎明华。好，我们先来练习数字吧哦，回家的路太难了，对不对？好 OK， 我们来练习一下数字。今天的数字是看得到吗？好，再看一次好了。10600，10600。好，请问中文怎么说？10600，10600。好，丹旭同学来了，欢迎丹旭哦，还有慧君，还有 Mathiera， 欢迎你。好，各位同学，我们中文要怎么说这个数字？10600。好，裴静说10600步。好，裴静最快了哦。好，还有 Christina 说10600步。好，宋平10600。好，秋安10600，600吧。哦，好，我们的春娇10600。哎呀，1万这个 A 呀怎么说？10600步，不是10600步哦，不是。好，文海10600，丹旭10600步，立新10600步。Hello， 大面儿，我是谁说10600步？贝拉尔10600步，玲珑10600步。好，答对了哦，非常好。还有大面儿10600。Sicom 10600 Vendu 10600，非常好。好，这位同学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看起来好像是印度文还是乌尔都语吧？你好，慧君10600步，很棒。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7到9集的高级词汇。我们今天来学习2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堡垒，堡垒。好，各位同学，第二个单词是报，报。好，各位同学，你看老师怎么念这个字哦？老师不是念堡垒，我不是念三声哦。各位同学，这个我们叫变调音。老师教你们哦，这个叫变调音，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老师这个问题，老师你为什么不是念堡垒？
不会念堡垒，不会。我们这个叫变调音，我们会变成2声加3声。好，我写给你们看哦。3加3会变成2加3。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我们中文叫变调音 ，the tone has been changed。3声加3声会变成2声加3声。你不要念堡垒，因为很难念，所以你就念成堡垒，2声堡，3声垒，堡垒。你不要照它原来的音 ，Don't pronounce it as its original tone. No, you read it like second, 堡 third, 垒，堡垒。That's the correct way to pronounce it. 3声加3声会变成变调音，会变成2声加3声，所以我们要念成堡垒。OK， 注意哦。好，这个我们中文叫变调音，变调音3加3会变成2加3哦。好，我再念一次哦。你不要念堡垒 ，very hard to pronounce， 你要念成堡垒，堡垒。好的，那各位同学，老师考你哦，请问这个怎么念？好，这个是美加好，它的意思是 wonderful。那我们要怎么念美还有好呢？ How do we pronounce the two words together？ 我们要把它变成变调音，3加3会变成2加3，所以我们会念美好，美好。Yeah, very good， 很好。这个美好，哦，维凯答对了，我们要念2声的，你不要念得很辛苦，老师好难念哦，美好太难念了，我们就念美好就可以了哦，美好。单序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变调音？有的，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介绍，还有很多很多种变调音，所以中文其实很难，慢慢学习。对，我们要变2加3，我们要变成美好，美好，你不要念美好，好难念哦。OK， 好，那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叫堡垒。堡垒，堡垒是什么东西呢？堡垒是一个建筑，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就像这样子的建筑，它是 fortress。各位同学，堡垒哦，我们的量词是座，我们说1座堡垒，2座堡垒。堡垒呢是一个军事的哦，堡垒是我们打仗的时候军事上防守的建筑物。好，所以各位同学，老师给你它的意思。堡垒的意思就是，比如说2个国家在 fight， 在 have a war， 那我们要盖堡垒，我们要 build a fort， 我们要盖堡垒，所以它是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军事上 like in military， 防守叫 defense， 所以堡垒是用来防守用的一种建筑 building， 建筑物 building 啊，好，所以我们打仗的时候啊，我们要 build， 要盖堡垒啊。好的，好，盖堡垒。Hello Penguin 你好，好多新同学来了 ，Assist Fanny 欢迎。好，我们要 build a fort， 我们要盖堡垒哦。好的，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堡垒，堡垒就是这个东西叫堡垒，堡垒。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这座堡垒固若金汤，城墙又高又厚。好，这座，好，记得量词是座，堡垒固若金汤是一个成语，固若金汤就是像堡垒，像我们的这个城墙 city wall， 像我们的 castle 城堡，很坚固，很难进攻，这
这个叫固若金汤，非常坚固，敌人很难攻击的，叫固若金汤，表示这个建筑，这个 military building， 这个军事的建筑物，固若金汤就是这个军事的建筑物，城墙非常的牢固，敌人难以进攻。It's very hard for the enemy to attack， 难以进攻，固若金汤。这个成语你们把它学起来哦。As strong as iron， 哇，固若金汤。城墙 is wall， 又高又厚，又 adjective， which means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又高又厚。好 ，OK， 理解哦。固若金汤，这个你们在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固若金汤。有人喜欢看三国，对不对？有人喜欢看一些中国古代的历史剧，你就会听到这个成语叫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好，各位同学，你可能会想说，老师，城堡跟堡垒有什么不一样？好，各位同学，城堡跟堡垒不太一样哦。城堡里面住的是谁？你们猜猜看。Who lives in a castle？ 住在堡垒里的有谁？你们猜猜看。不会这样说 no 吗？固若金汤一定用在 like city wall or like castle or fort， 一定是用在这个军事建筑上面才会用固若金汤哦。好，各位同学，你觉得城堡里会住着谁？城堡是 castle， 老师觉得城堡里会住国王，会住皇后，诶，很好，很棒，米磊说的很好，公主 queen， princess。国皇是国王哦，那个米磊国王。好哇，这个李宁老师说对，住着 prince and princess， 城堡里住的是王子跟公主，女王可以 queen 哦 queen， 像这个英国的女王对不对？英国的女王也住在城堡里嘛哦。巫师可以啊，可以，陈杰说的很好啊 ，wizard。巫师也住在城堡里，对不对？好的，对，固若金汤哦。国皇啊，是国王啦，我们说国王不是国皇哦。好，老师告诉你有5种人住在城堡里，第一个叫国王，第二个叫皇后，第三个叫做王子，还有呢公主，还有呢士兵 soldiers， 士兵。这些人会住在这个城堡里城堡里。好，诶，吸血鬼可以。好，这个国王 king， 皇后 queen， 王子像理查老师这么帅的就是王子 princess， 像李宁老师这么美的就是 princess， 士兵 soldiers， 吸血鬼对 vampire 对，陈杰说这个图片看起来有点 spooky， 阴森森的，毛毛的怎么说 spooky 就是毛毛的。哇，这个照片这个城堡看起来有点毛毛的spooky。好，陛下是我们 the way we call the emperor，the way we call the emperor， 我们会说陛下啊。贵族可以，很好。邱安说贵族 the noble， 贵族也住在城堡里，好，非常好。所以你们就知道城堡的意思。那我们的量词也是座，一座城堡，一座城堡啊，一座城堡。好，毛毛的，spooky， 有点恐怖 ，scary 啊。好，那各位同学，请问你们堡垒住着谁呢？堡垒就不是国王住的地方了，对不对？堡垒是军人或士兵住的地方，将军所以这个堡垒是军事建筑堡垒是一种军事 military 军事建筑军事建筑，所以你们就知道这2种建筑城堡堡垒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将军，可能是军人，可能是士兵
或军队。好的，对，皇帝也可以住在，皇帝一般住在皇宫里，对不对？王宫、皇宫里面 ，palace。皇帝是属于这个中国的说法，中国叫我们的国王不叫国王，中国不叫国王，中国要叫皇帝 emperor， 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堡垒住着谁呢？堡垒是一种军事建筑 ，military building， 所以里面可能会住将军 ，general， 会住军人，会住士兵，可能会有军队 ，right army force 军队军阀军阀 ，OK， 好的，没问题哦。好，爆裂，堡垒吧，堡垒跟要塞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差不多，不过要塞是指重要的堡垒，这个 location 很重要的。要塞指的是这个堡垒的 location 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叫要塞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military building 军事建筑。不过要塞的位置比较重要 ，the location is very important。好 ，Norbert 说贵族会住在堡垒里吗？我觉得不会耶。堡垒就是让军人，通常是士兵或军人通常是士兵或军人。皇后跟皇帝当然不一样了，安博。皇后是 Queen 女生，皇帝是 Emperor 是男生，不一样一个是 Queen 女生，皇帝是 King 男生不一样。好的。然后皇后是皇帝的老婆，皇后是皇帝的老婆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那我们上次有学到城，对不对？那我们有学过城墙 ，city wall。你也可以说一道城墙，它的 major word 是道，一道城墙。我们上次也学过城门 ，city gate， 对不对？这个是城门。你看城墙是这样一片的，所以我们中文用一道城墙，然后这个是城门 city gate city gate。好，对，皇后是皇帝的妻子，很好。伯爵、男爵、公爵都住在堡垒里啊，都住在城堡里吧？住在城堡里比较多了应该是住在城堡里。好 ，OK。一道城墙，城门 ，OK。好，那台湾有堡垒各位同学，老师介绍让你们知道一下，台湾的堡垒，我们叫它安平古堡，非常有名的一个堡垒它叫安平古堡，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古迹了历史悠久 ，have a long history， 历史悠久的古迹。好。安平古堡是个 like ancient remains， 历史悠久。好，各位同学，历史悠久，我写错，历史悠久就是 which means with a long history 的古迹，古迹就是 ancient building，ancient remains， 这个叫古迹古迹，历史悠久的古迹。这个是台湾的堡垒。我们叫它安平古堡，我觉得蛮漂亮的。那各位同学，因为堡垒是一种军事建筑，所以有时候你会在堡垒里面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的中文怎么说？这个英文应该叫 canal 吧 ？canal， 对不对？请问你们有没有人会说这个东西的中文？这个东西中文要怎么说？堡垒是个军事建筑。所以里面会有这样的武器，这种武器叫什么？金门很多，对，金门很多。请问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这种武器中文要怎么说？考考你们好，这种东西就是武器 weapon， 我们中文叫武器 weapon。好 ，Norbert 说枪炮。好，这种武器常常在堡垒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呢 ，Norbert 说是枪炮，枪炮我觉得有更好的答案，大炮可以。好，裴静
打好，打得很对，大炮可以，大炮，大枪炮，我们不说大枪炮。好，大炮可以哦，我们可以叫它炮台，可以叫它炮台或者叫它炮台也可以。大炮可以你可以叫它大炮，你也可以叫它炮台。炮台，堡垒上面常常会有炮台，然后呢，你也可以叫它大炮，可以叫它大炮大炮。好 ，OK， 好 ，OK， 这是台湾的堡垒。你们国家有没有堡垒呀？应该有吧？你们国家应该有很多城堡，有很多堡垒，对不对？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堡垒堡垒。好 ，OK。科学越来越发达，再坚固的堡垒恐怕也会被新型武器攻破。好，这不是坦克了安博，这不是 tank， 这是炮台我们叫它炮台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米磊说有缅甸有这个堡垒，对不对好，来，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跟堡垒搭配的动词，老师介绍给你。第一个叫占领 ，occupy， 占领。你可以占领一个堡垒，对不对？你可以占领一座堡垒，你还可以包围，应该念 besiege， 对不对？你可以包围 surround， 包围一个堡垒。你为什么要包围？因为你想要攻击，这个堡垒，你就会把它包围起来。包围这个我们中文念包围一座堡垒 besiege。好，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在堡垒里面，那你就要防守，你要 defend， 你不能让敌人来攻击你，你要在堡垒里面防守防守 defend。那如果是外面的敌人会来攻击你的堡垒 ，OK， 攻击你的堡垒。那如果攻击下来，他就占领了 ，occupy， 他就占领了堡垒了好，Norbert 说我家250公里内都有很多的堡垒，还有城堡，哇，好棒Norbert， 真羡慕你。好，我们来做题目。快撤退吧，快撤退吧。好，各位同学，快吧 means let's let's do an action. Let's do something now. 所以快吧就是 let's now. 好，这是我们一个语法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快吧 Usually you need a verb. 快 plus a verb 吧，which means that's verb now. OK， 好，那撤退，各位同学，撤退是什么意思呢？撤退就是 retreat， 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吧。你可能正在打仗 ，you're having a war, and you cannot continue to fight. You need to leave now. 这个叫撤退 ，you need to retreat. 你不能再打了，你可能快输了，所以你不能再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撤退，离开那个 battlefield， 离开那个战场撤退就是离开战场。好，撤退我们中文就是离开战场 retreat。撤退把它学起来很常用撤退就是赶快去赶快离开战场 leave the battlefield， 离开战场好，快撤退吧 let's retreat now。 好，敌人我们的堡垒占领了，已经。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哇，大家都写得好快啊！赛说：“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赶快离开战场吧，赶快离开吧，快撤退吧 ！Let's do something now. Let's retreat now。”好，秋安说：“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我们的堡垒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可以，这个是那个 passive voice， 很好，也可以。我们的堡垒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可以，这两个句子都很好哦。啊，米磊说，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Christina， 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好，占领就是 occupy， 占领的意思就是敌人已经进去了你们的堡垒了，他们已经控制了你们的堡垒了。They have controlled your fort， 他们已经控制了你的堡垒了哦。好，可以被敌人占领也可以哦。好，曹同学说，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好，快撤退吧，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好，我们这位同学发现敌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堡垒。OK，very good。好的，那我们记得哦，堡垒你可以用的堡垒你可以用的动词很多。第一个占领 occupy， 包围 besiege， 防守 defend， 攻击 attack。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词叫报。报是什么意思呢？报可以当名词哦，当名词就是报纸的意思 ，newspaper， 报纸的意思。好，那么你可以说爸爸在看报，可以，你可以这样说，爸爸在看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在看报是看报纸的意思啊。好，如果呢 ，My father is reading a newspaper， 你可以说爸爸在看报，看报就是在读报纸，在看报纸的意思。所以这个报如果当名词，一般是当报纸的意思 ，newspaper 啊。那我们如果说上报，上报是什么意思呢？上报就是 be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好，上报是个动词哦。就是这个新闻已经被刊登在报纸上了啊，新闻，好，这个新闻被刊登在报纸上了，这个叫上报哦。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好，各位同学，什么叫上报？哦，上报，上报的意思就是呢。这则新闻已经被刊登在报纸上了。这则新闻已经被刊登在报纸上了，这个叫上报。上报。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他们英勇的事迹隔天上了报。他们英勇的事迹隔天上了报。好，各位同学，他们英勇就是 brave， 勇敢的意思哦，勇敢的意思。他们英勇的事迹就是他们的行为哦，他们这个事迹通常是很好的一种行为 ，good deed。事迹通常指的是很好的行为哦。好，隔天就是 the next day， 隔天 the next day 上了报，就是报纸上有这则新闻了。报纸上有他们这个新闻哦，有这则英勇的事迹。好，隔天上了报，隔天上了报。OK， 好，所以上报的意思就是被刊登在报纸上了哦。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几个关于报的一些单词。第一个，送报童 ，newspaper boy， 送报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送过报？有的人小时候当过送报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当过送报童？李常老师小时候有当过送报童。送报童的工作就是要送报 deliver 送报纸，对不对啊？送报童的工作是要每天早上要去送报纸哦。好 ，OK， 所以呢。你们有没有当过送报童啊？理查老师小时候
有当过送报童，要很早起来去送报纸啊，去送报纸啊，这个叫送报童 newspaper boy。好，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单词叫报社，报社 newspaper office， 报社，报社就是edit the place that edits newspapers 啊。Norbert 小时候当过服务员哦 ，C 控说没有当过送报童 ，OK。单旭说对，刊登上报就是刊登的意思了哦。好，报社就是编辑报纸的地方哦，编辑报纸的地方叫报社。还有一个叫报道啊，报道就是 like 新闻报道 news report 报道啊，像这个女生她正在报道新闻啊，所以这个我们叫报道，报道 ，OK， 报道 ，OK，Hello， 你好，后同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再学一些关于报的动词，有哪一些动词哦？好，第一个叫报告，报告 to report 啊，这个人在报告 report，like making a presentation 报告。好，第二个报仇，报仇 to avenge。各位同学，什么叫报仇？报仇的话，表示可能有人杀了你的爸爸或妈妈，那你一定要报仇，对不对？你一定很恨这个人，你一定很讨厌这个人，因为他杀了你的爸爸或妈妈，所以你会说我要报仇 ，I want avenge， 我要报仇。所以报仇这个词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就是有人杀了你的好朋友，有人杀了你的爸爸妈妈，不一定是杀人啊，有时候可能他做了对你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你想要 like an eye to an eye，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中文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英文好像是 an eye for an eye， right？ A tooth for a tooth。 复仇也可以。好 Norbert 说复仇也可以哦，复仇的那个 tone 比较 stronger， 语气比较强烈一点，复仇的语气比较强烈一点哦。报仇跟复仇有点像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好，Assis 说隔天跟明天有区别吗？有的，明天一定是 for the future。隔天是 in the past, the next day. 隔天是 the next, in the past, bu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next day. 明天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明天一定是未来的，今天的隔一天就是明天啊，明天就是 tomorrow。隔天是以前过去的时间的 the next day， 那个我们叫隔天哦，隔天。对啊，你能有看这个警匪片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我要报仇 ，I want avenge my mother's death， 我要报仇哦。好哦，布娜老师来了，布娜老师你好。好，再来报废。报废，什么叫报废？报废就是 totally damaged， 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坏掉了，不能使用了，叫报废。这个词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哦，我们蛮常用的。报废就是东西完全坏了，东西完全坏了，无法修理了。You cannot repair it anymore. You cannot repair it anymore. 好，报废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坏了 ，totally damaged， 完全坏了，没有办法修理，没有办法修理了。You cannot fix it anymore， 你无法修理了，这个叫报废哦，东西完全坏了，无法修理，这个叫报废。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车子坏得太严重了，这个车子已经 totally damaged， 所以它没有办法被修理了。那我们要怎么说？你可以说
这辆车子报废了。哦，你可以说这辆车子报废了，就是这辆车子没有办法再修理了。没有办法被修理了。这辆车子报废了。这辆车子报废了。好，各位同学，这辆车子报废了。表示这辆车子已经完全坏掉了，没有办法修理了。没有办法修理了。好，有没有问题？ E-newspaper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电子报纸啊？电子报纸吗？这个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可能是电子报纸吧。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广告时间广告时间。各位同学，请你们等一下是 quiz time，OK，but before quiz time，advertising time first。各位同学，请帮我点赞吧。好，谁还没有点赞的，赶快帮我点赞吧。click likes。好，那你还没有 subscribe， 你还没有订阅老师的频道的同学，赶快订阅。如果你可以，你喜欢老师的频道，可以帮老师 share 分享 share 那如果呢，你觉得理查老师的课不错，你可以每个月请理查老师喝咖啡，那你可以成为老师的小土豆 small potatoes， 然后其实就是 YouTube member 其实就是 YouTube member。好，如果你想要，因为老师很喜欢喝咖啡，对不对你可以每个月请老师喝1杯咖啡。好，点赞了都点赞了广告时间。好 Fanny 说工厂里不合格的产品也要报废，很好。怎么没有感谢的选项？有啊，还是有。那个叫超级感谢吧 ，super thanks 好，好来，我们来考试吧 ，quiz time， 报社、报仇、报废、超人 Superman， 超人有看过超人对不对？超人在一家什么什么工作，你们有看过 Superman 的一定知道超人在哪里工作对不对？超人在一家什么什么工作。好，家是 major word， 家是 major word for company。好，超人在一家什么什么工作。好，秋安说超人在一家报社工作，好，很棒。然后 Christina， 超人在一家报社工作，好像叫 Daily Planet 对不对？ Daily Planet 好 Norbert， 超人在一家报社工作，好，立新报社。裴静，超人在一家报社工作。米磊，超人在一间报社工作，很好，报社报社。好，超人在一家报社工作，好，单序也答对了，报社好，报社好像叫 Daily Planet， OK， 好，很简单。第二题 Number 2， 报道、报告、报废。好，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什么了？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好，各位同学，在中 like in a 在中。一场是 major word， 车祸就是 car accident traffic accident。 怎么了？老赵的车怎么啦？好，秋安，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报废了，坏掉了，无法修理了。好，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报废了，就是不能修理了好 Sharwin 报废，安博报废，好，我们的春娇报废， Norbert 报废，维凯报废，很好，立新报废。好，宋平，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报废了。什么叫报废？就是坏掉了，没有办法再修理了坏得很严重坏得很严重。好，明龙，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报废了。好，
老赵的车在一场车祸中报废了 ，Felicia 报废。好，汉平报废了 ，Very good。慧君报废。好，都答对了，好简单，对不对？所以 HSK 7到9级不会很难哦，不会很难的哦。好，再来报废、报告、报仇。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什么什么。好，这题很简单哦。他杀就是 kill 我的母亲。OK， 母亲 is a formal way to say 妈妈。OK， 母亲 is a formal way to say 妈妈。我要 I want to I will 好，答案是什么？很简单，对不对？哦，李宁老师再见，拜拜。好，曾教授报仇，我要报仇。那你报仇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你可能也会杀了他。哦，这个叫报仇。你可能会伤害他 ，You will harm him, you will hurt him, you will maybe kill him。这个就是报仇哦，报仇就你会去伤害他。好 ，Delia 报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 Fathem 报仇 ，Christina 报仇，我要报仇。汉平，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那各位同学，这个报仇不一定是杀，不一定是杀人，可能是他抢了我的男朋友，对不对？有可能是他抢了我的男朋友，我要报仇。也有可能不一定是他杀了谁，有可能是他做了什么你觉得很不好的事情哦，所以不一定是杀人。好，比如说有人抢了 Sikon 的男朋友，比如说有人抢了 Sikon 的男朋友，哦，王嘉尔，有人抢了王嘉尔，那 Sikon 就会说他抢了我的王嘉尔，我要报仇。可以，不一定是杀人，可能是抢了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都可以报仇啊，都可以报仇。他抢了我的王嘉尔，我要报仇，也可以啊，也可以。好，好的，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下一题，城堡、报社、城墙。好，公主被困在什么里？等待王子救她。公主 princess 被困在 OK， 这个很棒，把它学起来。Was trapped in 被困在一个地方，被困在一个地方里，表示你在里面无法出来。你被困在里面 you were trapped， 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被困在什么什么里，被困在什么什么里，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说被困在什么里哦。好的，被困在哪里呢？等待 waiting for 王子 prince 救他 save her。好，公主被困在哪里？等待王子救她。城堡里，好 ，Christina 说，公主被困在城堡里，等待王子救她。Very good。宋平，公主被困在城堡里，等待王子救她。好，很好。他偷了我的钱，我要报仇。好，你要报仇，表示你要伤害那个人哦。好 ，Shawn 城堡，好 ，Miley 城堡，等待王子救他。好 ，OK，very good， 很好。你们女生一定都有想象 ，imagine， 对不对？想象自己是公主，对不对？哦，女生常常会想象，女生常常会想象自己是公主，对不对？对吧？你们女生都会觉得我是个公主哦，一定会有王子来救我，对不对？一定会有王子来这个白马王子，对不对啊？我们的这个 Prince Charming， 对不对啊？我们中文叫白马王子。你们女生都会想象自己是公主啊，然后等待白马王子来救你。
好，白马王子。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女生，如果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男生，你就可以说他是我的白马王子。比如说你们很喜欢理查老师，你们就可以说理查老师是我的白马王子，英文就是 Prince Charming。你很喜欢的男生你可以说白马王子。好，单序就是想象自己是公主的人白马王子 ，Save me， 救我，救我。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好，报告，堡垒，城门，英军正在包围那座什么？英军就是英国的军队英军就是英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好，英军正在包围那座什么？英军正在包围那座。想象我是警察，你没有想象你是公主啊。好，米磊，英军正在包围那座城堡。Very good。好，城堡，立新维凯，城堡，邱安，城堡 ，Christina， 英军正在包围 ，besiege， 包围就像这样，包围起来surround，besiege， 包围那座堡垒。那你如果包围那座堡垒，表示你要攻击它。You want to attack， 攻击。You want to attack this fort， 你才会包围它你包围这个城堡，你可能要攻击这个城堡好，裴静，英军正在包围那座堡垒。对，答案是堡垒，堡垒。明龙说英军不是英准，保卫保卫的意思不一样了保卫是 defend， 明龙保卫是 defend 可以，但是它是防守的意思，保卫就是 defend 意思不一样。好，这个汉平包围那座堡垒。好 ，very good。好 ，Norbert， 英军正在包围那座堡垒。OK，very good。好 ，OK， 我们今天学习了很多词汇所以各位同学，这个7到9集比较难一点点，我们慢慢来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再继续上 HSK 第2集的词汇我们明天再学习第2集的词汇。好，大面儿，英军正在包围那座堡垒好，我们的慧君，英军正在包围那座堡垒。Very good。好，那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